回禀娘娘，事儿已经办成，柳婕妤已经失足落水。既然你来了，正好警醒下那批刚入宫的狐妹子，敢跟我争宠的下场只有死。娘，我不要进宫，那陈妃嚣张跋扈，女儿进宫只有死。月儿放心，娘已经安排好了，让宋昭替你进宫。女儿拜见父亲、母亲。你如今要进宫了，一举一动皆代表我宋家，可要谨慎行事。你能进宫，可是你长姐舍了自己的名额让给你的。入宫后，那可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陈妃擅妒跋扈，秀女稍有不慎就会没命。明明是让我替宋月送死，却说得如此冠冕堂皇。是，女儿多谢长姐。你的脸怎么这么多红疹？你明日就要入宫了，脸突然变成了这样，还怎么面见皇上？父亲，女儿桃花粉过敏，可是咱们府内已经禁种桃花了，日常饮食也都刻意避开，我怎么会……小姐，是不是今日你用的那盒胭脂？那盒胭脂是长姐送我的，怎么会？长姐，你为何要害我？爹，我没有，你诬陷我！明日就是我入宫面圣的日子，难道我拿自己的前夫来陷害你吗？父亲，女儿这样如何能进宫？不如让我一头撞死算了。胡闹！圣旨已下，你若是死了，我如何跟陛下交代？你放心，爹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来人，把大小姐给我拿下，家法处置。老爷，月儿可是咱们的亲生女儿啊！我娘是护国公府最受宠的小妾，主母姜氏趁着爹外出，借口我娘偷盗了她的首饰，将她丢进蛇笼里，生生折磨死。我眼睁睁看着我娘走进了蛇笼里，被毒蛇撕咬啃食，她叫的有多凄惨，姜氏笑的就有多开心。昭儿真好看，以后昭儿每年生辰，娘都送昭儿一个惊喜，好不好？昭儿只要跟娘一直在一起。爹，我娘没有偷东西，求爹还我娘公道。闭嘴！你再嚷嚷，污了国公府的名声，我便把你也赶出去。娘，你且在天上看着，我是怎样将欺负你的人全都铲除。人人都以为我是被逼进宫，其实我求之不得。我要夺得这滔天的权势，我要让整个宋府给我娘陪葬。小姐，到宫门口了，赶紧补下脂粉吧。小姐，我已经看过了，以你的姿色，已经是这届秀女里最出挑的。小姐，你的脸怎么还没好？出头的船子总是先烂掉的。啊？越是引人注目，死的就越快。我只有隐藏锋芒，才能伺机而动。小人是皇后宫里的小顺子，恭请各位娘娘安。您就是护国公府宋大人庶女，等会儿觐见您站远点儿，免得惊了圣驾。公公，我才入宫，很多规矩不懂，还望公公多提点。哎呦，
您就是骠骑将军的嫡幼女王昭仪吧？上位侍寝就是昭仪，可见皇上垂爱。王姐姐是我们这些人里样貌身材最为出众的，日后侍寝那还了得？反倒是我这种姿色平平，还需公公照顾。娘姐姐，真是啊！顺公公，我入宫也没带银钱。护国公好歹也是正二品朝廷要员，他家的女儿居然这么寒酸，真是上不了台面。瞧他那模样，别是有什么暗病。王姐姐，咱们离他远点，别脏了您的衣袖。小姐，入宫前，老爷分明给了200两银子，你为什么？他没命啊，胆子不小啊。陈妃娘娘万福。陈妃美貌无双，后宫专宠，背景深厚，心狠手辣。皇上在前朝整治贪官，你还敢将爪子伸向后宫？陈妃娘娘，我可是皇后宫中的人。皇后那个病秧子都几个月没露面了，现在是本宫协理六宫，处置你一个罪奴，还用得着他？小人知罪了，陈妃娘娘饶命呀！既然你是皇后宫里的，那本宫也得给皇后这个面子，那就赏你1丈红吧，拖下去。陈妃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啊！这就是今年刚进宫的妹妹们呀。妾身给陈妃娘娘请安。哦，瞧着你们母家也是有头有脸的，这些肮飒手段竟敢带进宫来。今日本宫既遇上了，就不能当没看到。刚刚是谁给立好钱的呀？都怪他，我们是看王昭仪给了财。你这个贱人，胡言乱语！放肆！陈妃娘娘，我父亲是骠骑将军王统领，跟您的父亲宁大将军一同东征西伐，如今我们又做了姐妹，生的倒是标致。可惜啊，入宫第1天就破相了，如此怎能侍奉皇上？把他绑在马后，拖出宫去，送还给骠骑将军吧。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啊！你们觉得我的处置可好？娘娘处置的极好，凭她也配跟陈妃娘娘互称姐妹。她那个爹不过是宁大将军的马前卒，也配攀娘娘的关系。说得好，是个识时务的。让敬事堂先把李婕妤的绿头牌挂上去。多谢陈妃娘娘。你抬起头来。听闻今日只有宋才人没有给立好钱，妾身不敢欺瞒陈妃娘娘，妾身不是不想给，而是拿不出像样的东西。倒是个老实的，就是生的。以后少在本宫面前晃悠，别倒了本宫胃口。你们2个就去瑶华宫住吧。恭送陈妃娘娘。我不比姐姐容貌家世都好，日后跟姐姐同住一宫，还望姐姐多关照我。你这样子估计一辈子无缘圣宠，但你若与我做个跟班，来日我封妃，赏你口饭也不是不行。如此，便谢过姐姐啦。蠢货，你这么想做我的垫脚石，那就怨不得我将你踩在脚下。娘娘真是有福气，不仅是这批秀女里头第1个侍寝的，还升了昭仪位分。那是，我入宫本就是来享福的，难道要像隔壁那个麻子脸，日日萎落在屋子里？怕是皇上都忘了还有这么个人吧？站住！干嘛去了？回娘娘，小主的脸红肿不消，奴婢去领了些冰回来，给小主冷敷。给我吧。这是我们宫里的，屋子里那个麻子脸门儿都出不来。你们要这些冰，岂不是浪费？你这不摆明了抢劫吗？你一个丫鬟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现在得了圣宠，休说是几两银子，就算要他的屋子，他也得收拾东西滚蛋。再废话，打断你的腿！怎么，你想给你的丫鬟做主吗？
怎么会呢？云山不懂事，李姐姐莫见怪，这冰就当孝敬姐姐了。算你识相。娘娘，这宫里的人复杂又势利，以后遇事千万要谨慎。不过，今日这一巴掌，我定会为你讨回来。你先去帮我打听一件事。娘娘，听说陛下近日操劳国事，身体抱恙，嫔妃都见得不多，每晚就喜欢去御花园中的翠湖走走。既然皇上为国事如此辛苦，那我们今夜去翠湖放几盏河灯，为陛下祈福吧。是，奴婢现在就为您找衣服。李昭仪果然派人来监视我，那我就将计就计，等着他们自己落入圈套。陈妃娘娘，妾身听得千真万确，宋才人就是要来这里勾引皇上，丑人多作怪，今日抓到他，一定赏他一丈红。娘娘，到时间了，怎的还没来？你莫不是戏耍本宫呢？妾身岂敢？妾身的婢女听得真真的，可能……来了，娘娘，人来了！来人，把这个秽乱后宫的贱人给我拿下！是。大胆！何人惊扰圣驾？皇上恕罪，臣妾听闻这里有人扰乱宫规，不想惊扰了圣驾。朕一路过来，除了你，谁也没看见。你这个搬弄是非的糊涂东西，就该让人嚼了你的舌头！妾身该死，求皇上饶了妾身这次吧。这次就算了，下不为例。谢皇上。朕听说你不舒服，本想去看看你，看你生龙活虎的也没事，朕就回养居殿了。恭送陛下。贱人，竟敢诓骗本宫，害本宫在陛下面前丢脸！娘娘恕罪，娘娘恕罪，娘娘恕罪！吩咐净室房，李昭仪病了，把她的绿头牌撤下来，没我的吩咐不准挂上来。娘娘，撤了李昭仪，那皇上晚上翻牌子……宋才人还没见过皇上吧？小姐真是料事如神，他们果然上当了。我就知道李昭仪会自作聪明，她挨了陈妃的打，就算帮你报仇了。可是小姐，我们既然不去御花园，您还梳妆干嘛？李昭仪得罪了陈妃，必会安排其他新人去侍寝。这些新入宫的妃嫔里，还有谁比我这个容貌有魁的人更适合呢？宋才人大喜，今夜皇上翻的是您的牌子。娘娘，您让宋才人去侍寝，就不怕他万一得宠？他长成那副模样还得宠，说不定惊了圣驾，命都没了呢。哼！妾身才人宋氏见过皇上，愿皇上万岁万福。抬起头说话。你的脸怎么了？
妾身水土不服，起了红疹，惊扰圣驾，妾身惶恐。既然你身子不适，今晚就别侍寝了，过来伺候笔墨吧。皇上恕罪。女子好容貌，为何你脸上的红疹明明已经消退了，却还要扮作这般？皇上，妾身不想侍寝。旁人都是害怕不得宠，你却害怕成宠。妾身的姨娘当年就是因为得父亲喜欢，所以招惹了嫡母不待见。妾身10岁那年，姨娘犯了一点小错，嫡母就当着妾身的面将姨娘给活活打死了。妾身是怕有朝一日也会落得和姨娘一样的下场。你怎么如此单纯，竟将这样上不得台面的家具告诉朕？就不怕我对你父亲有看法？不是的，皇上您……别怕，朕就喜欢你这般坦诚，不会去怪罪你父亲。当日你父亲没有护着你姨娘，如今你既成为了朕的嫔妃，朕自然会护着你。妾，皇城之中，礼法在上，没有人能无缘无故的打你骂你，明白吗？你随朕来。好一个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皇上，没有一个男人会拒绝一个需要他保护的女人，就算是皇上也不例外。若害怕，就抱朕紧一些。师傅，今夜养居殿的红烛居然一直亮到现在都没灭。皇上的事也是你能议论的，你只需知道这位娘娘有本事，以后得用心伺候。皇上，妾身不能够留下，不然明日肯定会有人议论。今日是妾身第一次侍寝，妾身不想太出风头。也罢，朕让人送你回去。若旁人问起你脸上的红针，就说是朕找太医为你治好，免得别人追究你欺君之罪。多谢皇上为妾身思虑周全。江德顺，奴才在。小玉六宫，送才人甚得朕心，今为送解语。江公公，您可是御前的首领大太监，怎么劳您亲自把送才人送出来了？这位娘娘现在是宋婕妤了。第一次侍寝就进了位分，这可是前所未有啊！是你不让人给宋婕妤上妆的吧？明日去司礼宗自己领板子。人人都顺势而为，我又岂能坐以待毙？你去了这么久，姐姐还没睡。你的脸！刚好有太医来给皇上请平安脉，皇上便让太医顺便给我瞧瞧。太医妙手回春，针灸一番，红疹竟当真退了。你的脸！你长得这般貌美，皇上很喜欢你吧？
姐姐比我先伺候皇上，和皇上的情分是我没法比的。那是自然。我警告你，就算你生了位分，也不过是个婕妤。我可是昭仪，你若是仗着几分姿色狐媚惑主，仔细我告诉陈妃娘娘去。小主这是做什么？您刚淋了雨，再吹风染了风寒，怎么是好？今日这风寒我必须要得，不光要得，我还要发高烧，让自己的身体病垮。我要让皇上看看他的宠爱给我带来了什么。宋主儿呢？大喜事儿！皇上今儿又翻了宋主儿的牌子，这接连2天被皇上翻牌子，从前可是陈妃娘娘才有的殊荣。公公有所不知，我家娘娘染了风寒，如今正发着高烧不退，卧榻不起。娘娘怕病气过给皇上，不能侍寝了。昨个回来的时候还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就病了？可传了太医？娘娘不愿张扬，不愿让奴婢传太医，只喝了1碗姜汤，奴婢也劝不进去。那你好生伺候你家娘娘，咱家这就去回禀皇上。娘娘已经按您的吩咐回了。皇上昨天吩咐江公公亲自送我回来，他看到了李昭仪在雨里刁难我，你说此刻他会跟皇上说什么？那定是为了撇清自己，狠狠告李昭仪一状。可生病了又能怎么样呢？只是小事，区风寒不是什么大事。可这病若是为了皇上得了，便会让他感同身受，心疼到骨子里。你晚一刻去告诉李昭仪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想开小灶，炖个燕窝汤给我补补身体。他怎么肯？我就是要他不肯。娘娘，我们娘娘正在养病，您不能进去啊！你家主子不懂规矩，你也不懂规矩。我是一宫主位，他的屋子我想进便进。李姐姐来了，我身子……你装什么装？得了个风寒跟得了绝症一样，还有脸想开小灶？我家娘娘自幼病弱，主子说话你一个贱也敢插嘴？你主子就是个庶出的，在家也不受待见，这10几年也活过来了，怎的？入了宫就风吹不得雨淋不得了？李姐姐误会了，我若是无心做了什么事，惹得姐姐不痛快，姐姐打我2下出出气吧。你当我不敢打你？我位分可比你高，打你也是应该的。你扮出这副柔弱样子给谁看？皇上驾到！好戏上场了。这是做什么？妾身恭请皇上圣安。妾身恭请皇上圣安。手怎么这样疼？疼吗？江德顺，去将主太医给朕叫来。是。来，快坐下。你的病还没好。回皇上，臣妾自幼体弱，风寒7、8日了也不见好。是吗？朕方才瞧着你打宋婕妤力道十足，可不像生病的样子。宋婕妤失了礼数，妾身只是教训一二。怎么？朕竟不知这后宫如今是李昭瑜当家做主了？妾身不敢。宋婕妤如何生的病，你不清楚吗？你对她动辄打骂训斥，身为女子如此善妒，你父亲从未告诉过你欺君罔上，罪当如何？皇上，臣妾知错了。念在你父亲是功臣，今日是对你小惩大戒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即刻起将李昭仪降为才人，即刻迁出瑶华宫。日后你若再不收敛，朕便将你送出宫，让你父亲亲自教导你。谢主隆恩。朕刚许诺了，朕的宠爱不会给你带来危险，没想到这就食言了。皇上，妾身位分低微，李姐姐教训我是应该的。你这般纯善，朕怎么能安心？江德顺，小玉6宫，晋宋婕妤为昭仪。这……皇上，臣妾初入宫闱，无功无德，怎能骤然抬位分？还请皇上收回旨意。不许推辞，这是朕对你的一番心意。娘娘，这些都是内务府条件好的奴才，您看要留下哪位？皇上抬了我的位分，已经是无上的殊荣。若是再要了内务府的人才来我宫里伺候，多少是有些没规矩了。公公给我派些罪奴来我宫中伺候吧，一来不会招人口舌，二来给这些人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娘娘大智慧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小的感谢娘娘救命之恩。快起来，我答应了你哥哥救你，以后在我这里不会有人再欺负你。听说你好钻研医术，这些医书都是给你的。娘娘的大恩，小人无以为报，日后当牛做马，在所不辞。别日后了，过几日陪太后进香，还不知有多少凶险。
你跟云城陪我去吧。是。你生着病，朕还是留下来陪你。若过了病期给皇上，妾身寝食难安。那好，你身子弱，快回去歇着吧。恭送皇上。娘娘，您这样3番2次的拒绝皇上，就不怕皇上动了怒，再也不来了吗？他不会。你以为男人得不到的东西会轻易放手不要吗？人性如此，越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是惦记。李昭仪怎么看起来气色不大好？本宫忘了，如今应该叫你才人才是。要说你也是个有本事的，皇上登基这些年，只听过抬后妃位分的，贬黜后妃倒是头次见。你个小贱蹄子，别得意，早晚你敢打我！我位分高打你又如何？李才人，一路好走。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娘娘息怒，2日的功夫，竟让那个丑东西连进2阶成了昭仪。皇上还传御用的朱太医为他医好了脸，看来本宫不得不防。回娘娘，李才人求见。这个蠢货来得正好，让他进来。求陈妃娘娘替妾身做主。降位是皇上的旨意，本宫能替你做什么主？那贱人莫不是给皇上下了迷魂香，才迷得皇上神魂颠倒？大胆！使用禁药伤了龙体，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求娘娘开恩，妾身一时口不择言。就算他做了，你想告他也得有证据才行。他，娘娘的意思是？娘娘，这是婆罗香，男女欢好，若是加上那么一点，便可欲仙欲死。但是若是用多了，会损伤男子的身体。这是宫中禁药。是啊，这也是证据。证据来了，能不能置宋昭于死地，就看你怎么做了。今日姐姐怎么有空？妾身给宋昭仪请安，昭仪万福。姐姐怎么行如此大礼？真是折煞妹妹了。之前的事都是姐姐糊涂，竟然冒犯妹妹。果然来了，李才人的突然示好，想必是开始设局了。我且看看他们到底要使什么手段。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，日后咱们要当亲姐妹相处才好。是啊，妹妹。听闻御花园的花开得正好，不如咱们一同去瞧瞧。好啊，姐姐。那个李才人也不知道憋着什么坏呢，莫名其妙来这么一出。他若是按兵不动，那才让我失望呢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皇上，朕上回送你的书，你瞧了吗？皇上，妾身还以为皇上嫌妾身读书少，要妾身长进的呢，便当着下人的面就拆开了，没想竟是春宫图。哈哈哈哈！那你倒是瞧了没有？那书还特意折了一页，皇上是想让妾身专门将那页瞧个仔细吗？昭儿聪颖，自然一学就会，无师自通。那朕今夜可要考考你，看看你学会了几成。
皇上娘娘，早膳已备好。昭儿秀色可餐，朕已经饱了。皇上惯会取笑臣妾。皇上，快传太医！皇上您怎么样？只是臣妾四肢乏力。陈妃娘娘听闻皇上晕倒，可是急坏了。皇上龙体素来康健，怎的在你宫中过了个夜，这就病倒了？皇上恕罪，做事这般毛手毛脚的，还不滚下去！娘娘息怒，妾身是见了不该看到的，这才慌了神。不该看到的，说来听听。昔日妾身与宋昭仪同住一宫，常常瞧见宋昭仪摆弄香料。前几日妾身闻到了婆罗香的香气。那药可让男女欢好，但也会损伤陛下的龙体，是禁药啊！难怪宋昭仪一入宫便如此得皇上宠爱，心思竟用在这儿了。在宫中用禁药损害龙体，秽乱后宫，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皇上，妾身冤枉。既如此，朕也怕冤枉了宋昭仪。江德顺，派人在瑶华宫搜上一番吧。微臣领旨。回皇上，瑶华宫内并未发现奇怪的香料。既没有，那就是理财人诬告了。拉开宋昭仪，看看他身后藏了什么。找到了。来人，即刻把宋昭仪拖出去杖杀。陛下，臣妾冤枉。且慢。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免礼平身吧。皇后，你身子不好，怎么也来了？臣妾听闻有人使用禁药秽乱后宫，谋害圣上，都是臣妾管束无方。拿过来我看看。皇后娘娘，那香料可让人失去神智，恐有损凤体。宋昭仪是妃嫔，岂能你们三言两语就随意定罪？赵太医，你来看看。启禀陛下，娘娘，这香料中尽是些安神的药材，闻起来清香无比，能让人心情放松，对睡眠也是极好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赵太医会欺骗皇上和本宫吗？朕在宋昭仪这儿嗅到的，确实是这个香味。皇上连日为国事操劳，妾身不能为皇上分忧，便想研制些安神的香料，让皇上能够安眠。不曾被人说成是居心叵测、秽乱后宫。昭儿，朕差点错怪你了。皇上，臣妾不怕死，只怕不能陪在陛下左右。幸好我早就让人通知了皇后，叫太医来。若没有后手，我岂敢入你们的局？你可知道构陷嫔妃是重罪？皇后娘娘饶命，妾身一时糊涂。你年岁尚小，怎知宫中禁药之事？是否背后有人指使啊？没人指使我，是我自己恨宋昭。我相貌出身样样比他强，凭什么他踩到我头上？理财人构陷嫔妃，屡教不改，实在罪无可赦，赐自尽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臣妃娘娘救我！皇上，臣妾虽素来与理财人交好，但这事儿臣妾确实不知。臣妃近日也累了，协理六宫的事情先放放。过些日子要陪太后去红螺寺进香，你替太后多抄些佛经祝祷。是。宋昭仪受了惊吓，
也一同去静香定定心神吧。他只是个昭仪，哪有他去的份儿？多谢皇上，但是李才人他……你若是想替他求情就免了，实在于心不忍，便去送送。妾身遵旨。你们这些贱奴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娘娘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冷宫晦气得很。我来送送李姐姐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宋昭仪，你心肠好，帮我跟皇上求求情。求情？你跟陈妃合谋拿婆罗香陷害我，就该知道有这一天。你怎么知道？陈妃用的胭脂自带香气，可是宫中独一份的恩宠。那胭脂不比熏香那么味道足，留香久，但你身上却能闻到，想必去了陈妃宫中不少次吧？那香料你前脚走，后脚就被我换掉，剩下的就是等你自投罗网。你这个庶出的贱人，是你害我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得不得好死不知道，姐姐必定是不得好死了。只可惜姐姐是家中嫡女，老父亲疼爱有加，听到消息惊惧昏厥，得了重疾，时日无多了。我要去皇上面前告你！事到如今，姐姐以为皇上还想见你吗？姐姐，选一个上路吧。我不选！我做鬼也不放过你！姐姐有什么话，去阎罗县说吧。娘，你且在天上看着，我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。浣衣局那帮人做事也太不上心了，给娘娘的朝服竟然是湿的。就算昨夜才想起来，一夜时间用炭盆烘干也不是难事。娘娘，眼看时辰快到了，现在烘干衣服肯定来不及。这衣服只有外面是湿的，内衬是干的，不然娘娘委屈一下。你忘了娘娘平日里怎么教我们的了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果然。这可是帝后才能穿的明黄色，今儿是娘娘头回觐见太后，太后重规矩，若是看到小主穿一身明黄，肯定会严惩小主。要不小主就穿了这身湿了的朝服去，反正只要它湿着就是深棕色，看不出端倪。到时小主再带一身便衣，结束后在马车上换掉。那奴婢这就去给小主找身便服。不必，我此次去觐见太后，本就不合规矩。若再临时换衣服，太后只会更看我不顺眼。那该怎么办？云舒，帮我更衣。小福子，准备个汤婆子来。是。娘娘，您要的汤锅馍。你做事怎么毛毛躁躁的？盖子居然是松的，烫着娘娘怎么好？不对，这里面怎么装的是温水？给我吧，做得好。是娘娘聪慧，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想到这么好的办法。你跟娘娘打什么哑谜呢？等等，给她点时间。等下娘娘见过皇上，再不小心弄洒汤婆子，皇上心疼娘娘，一定让娘娘换衣服。这样太后就算怪罪，皇上也会帮娘娘解释。走。云孙姐姐，今后说话记得也像方才那样，
先在脑子里面转2圈再说。好啊你，笑我说话不过脑子。昭儿，皇上万福，皇上此刻不应该陪伴在太后身边，怎的来妾身这里了？正好顺路，就接你一道过去。母后，这是宋昭仪。哀家虽然足不出宫，但也听说宋昭仪是陛下新宠。是啊，太后您不知道，这位宋昭仪侍寝2天，就从才人成为昭仪。哼，哀家断断容不下后宫出现狐媚惑主之人。蕊儿，太后怎知妾身生母的闺名？你竟是蕊儿的女儿。母后与宋昭仪的生母是旧相识。哀家与他母亲少时2家相邻，常常同吃同住，夜里还贪玩，爬到屋顶瞧月亮。后来哀家奉旨入宫，便与你母亲断了联系。你母亲如今一切可好？回太后，母亲后来嫁入护国公府做了妾室，10年前就已经去世了。哀家与你母亲有着10数载闺中情谊，本以为总会相见，却不想逝者已矣。若是我娘在世，定不愿看到太后为她伤心落泪。好在蕊儿还有你这么个好女儿，跟你母亲一样，都是温柔如水的性子。有你在皇帝身边伺候，哀家放心。丫头，你不介意与哀家同乘1辆马车吧？能伺候太后是嫔妾的福气，怎会介意？天气冷，太后带上汤婆子吧。臣妾失礼了，奴婢粗笨，冲撞了小主和太后，还求太后和小主宽恕。宋昭，可有被烫着？没有。衣服都湿了，旁边就是炫礼殿，你去换身衣裳，别着凉了。是。你也别跪着了，去伺候你家小主。多谢太后娘娘。没想到太后娘娘竟然和夫人是旧相识。我也想不到。娘，您在天有灵，请一定要保佑我，更进一步博得太后的信任，让我早日为您报仇雪恨。昭儿，你的生母是因何过世的？姨娘她病必不治，意外身陨。哼，你是想护着你那个不作为的爹，还是那个嚣张的嫡母？嫔妾不敢。你起来吧，哀家没有要怪罪你的意思。其实我嫡母对我……你不必说了，哀家与你生母情同姐妹，断不会任由她含冤而终。此事，哀家一定要叫姜氏有一个交代。娘娘，上车吧。娘娘，您方才为什么不直接跟太后告状呀？太后肯定会为你做主的。不可，姜氏的父亲乃朝中肱骨大臣，即便太后想为我做主，皇上忌惮姜家也必然会劝阻，到仇不成还失了军心。此事不可着急，得徐徐图之。过几日便是你生母的忌日了吧？回太后，是，妾身近日常常梦到姨娘，心中难安。那哀家就破例让你去生母灵前尽一尽孝心，也替哀家告慰一下她的在天之灵。妾身谢过太后。小姐，这次我们回来省亲，要不要告知老爷夫人？哼，他们也算我的亲人，难得有机会来看看娘亲，别叫他们扫了兴。云师，是我记错了吗？我娘的坟明明在这儿，我每年都来的，怎么会找不到了呢？是啊，小姐，姨娘的墓就在这儿的，怎么会没了呢？
小姐，刘妈妈，刘妈妈，我走之前不是让你照看我母亲的灵位，她的坟呢？墓碑呢？二小姐，你可回来了，你可要为我们白姨娘做主啊！刘妈妈，您起来慢慢说，我生母的墓到底怎么了？您刚入宫1月，那个杀千刀的僵尸就是我们姨娘戴罪之身，埋入宋家祖坟，玷污了风水，便叫人，他做了什么？他叫人挖出了姨娘的尸身，砸碎了墓碑，平了坟，把他挫骨扬灰呀！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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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公府的马车，老爷和僵尸来了，来得正好。听说皇上开恩准你归家省亲，你怎么做贼似的也不叫人说一声？真学了你那生母的秉性。你干什么？这是太后赏赐的发簪，女儿特来献给嫡母，感谢嫡母对女儿这些年来日日夜夜照护有加。我要忍住，若是不能一举弄死他，那我之前做的一切都白费了。这新仇旧恨，我迟早跟他一起算。女儿如今竟能得太后的青睐，赏赐如此贵重之物，可见是今非昔比，胜券优讧啊！你就别跟女儿客气，快收下吧。算你懂事，毕竟当初若不是我，你也没这机会进宫享福。以后这样的好东西也给你姐姐送一些，否则别怪我把你母亲偷窃的丑事抖出来。那是自然，宫里日子不比宫外，常有痛苦难挨的时候，唯美念着父母嫡姐，昭儿才能咬牙活下去。我们昭儿是不忘初心的好孩子，得了富贵，怎么会忘记提携母家？家人对我的深恩，昭儿必当加倍报答。咦，你今日不是来祭奠你生母？她的坟怎么不见了？哦，前几日有位道长说这地方风水不好，又给白姨娘卷了块风水宝地，我已经让人把坟迁过去了。迁到哪里去了？还请母亲告诸。急什么？你出宫后不先回家，还让我和你父亲来迎你，实在是没有规矩。先回府吧，白氏的新坟距离太远，改日再说。是啊，天不早了，你也得赶紧回宫了。好，昭儿先行回宫了。刘妈妈安顿好了吗？已经安排妥当，衣食无忧。小姐刚刚真是忍得住，换我早就捅上去了。死的干脆是便宜他们，我要让他们加倍偿还。娘娘刚回宫，皇上就送来这么多好东西啊！可见娘娘真是皇上心尖上的人。自古帝王心尖上都是站满了人的。皇上一回宫就处理政务，半月没叫人侍寝了。那正好，我们娘娘回来了。娘娘有所不知，今日是陈妃娘娘的喜日。喜日？是太医院和钦天监算的，陈妃最适合有孕的日子。若是让她有孕，我们娘娘岂非再无出头之日？娘娘根基未稳，还是隐忍为上，不要争宠了。我偏要争。此间要务无外乎抓紧盐铁，拨税收做军备物资，给边疆战士抵御严寒。来人，收拾了。昭儿好大的胆子，朕在听军机要。你竟然打扮成这样混进来！妾身归家数日，久不见皇上。妾身只想远远的见一眼。远远的怎么行？朕只想离你近一点。
再近一点。娘娘慢点，小心噎着。皇上怎么还没来？不知道今天是本宫的喜日吗？等得我都饿了。回陈妃娘娘，皇上他传召了宋昭仪。岂有此理！这个小贱人，何宫都知道本宫的喜日，没人敢来打扰。他竟敢堂而皇之的跟本宫争宠，他无非是仗着太后的宠爱，便不把娘娘放在眼里。那狐妹子不过是个庶女，竟然敢爬到我头上。奴婢截获了宋仪的家书，娘娘是否看看？看字头疼，念给我听。问家父安，女儿在宫中一切安好，如今得了太后庇佑，相信女儿在宫中的路不会难走。若女儿日后得了好位分，定好生报答父母养育之恩。待问母安。他这是要翻天了！他父亲不过是我宁家养的一条狗，他宋昭又算个什么东西？宋世谦还得替父亲办事，暂时还动不了他。不过本宫听说他那个嫡妻姜氏不是个东西，去告诉哥哥，让他帮本宫盯着点儿。本宫要给宋昭一些颜色看看。事情都办妥了，小姐料事如神。陈妃果然叫人截了您的家书，之后就派人送信去宁将军府了。入宫这么久，还未好好回报父亲母亲，多少是有些不孝了。就从这封家书开始吧。娘娘，将军查出那宋昭的嫡母姜氏贪污纳贿，用国公府的权势压人，逼死了好几条人命。怪不得他那般富贵，一介妇孺，手爪子都敢往前朝伸。本宫看他是活腻了。这下好了，娘娘，咱们快去禀明皇上，狠狠治他的罪。那宋昭仪若成了罪人之女，岂不再无出头之日？那太后与宋昭生母是闺中好友，我去告状，不是明摆着告诉所有人我要对付宋昭吗？那娘娘要怎么办？把这些消息放给太后，不要让她察觉这消息的来源，明白吗？是。小主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才12月初，温泉山庄的迎春花竟都开了。奴婢也是刚才从善司回来的时候正巧看到，奴婢想着这花小主也喜欢，就也跟着采了些回来。娘娘，太后查出姜氏贪污，闹出了人命，把皇上叫过去商量如何处置呢。走，去给我那个嫡母求求情。姜氏逼死您的生母，您怎么还给她求情啊？因为我越求情，她死得越快。怎么样？娘娘看起来真像哭了一整夜，憔悴的不行，但明眸含泪，唇色发白，任谁看了都要心疼死了。太后娘娘，娘娘戏做得如此逼真，不搭个台子可惜了。太后，妾身的母亲，你若是为了你嫡母姜氏的事来求情，就莫要开口。姜氏贪污纳贿，逼死人命，如不重判，怎能矫正这股不正之风？冤枉啊，太后！妾身母亲笃信佛法，您殿中的金佛柑也是她的爱用之物，平时日日都在佛堂进香，她怎会逼死人命？你既然认得此物，这金佛柑是何等的名贵，就连哀家平日都不舍得，怎的护国公姜氏竟富贵到可以日日都用？妾身多罪，妾身多罪。昭儿，你说与不说，姜氏都要为自己的作为付出代价。妾身只求皇上和太后能给母亲一条生路。姜氏害死你的生母，你从小也是被他搓磨着长大，这些仇你难道都忘了？竟还跑来替他求情？她虽不是妾身生母，但对妾身也有养育之恩。为人子女，妾身怎能看着母亲遭难不闻不问？哀家与皇帝已经商量定了，姜氏必须严惩，为保护国公颜面，赐他自尽。此事已成定局，你无需多言。昭儿，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皇上放心，娘娘是因为悲戚过度导致昏厥，微臣用些药油应该就能醒过来。有劳太医。这丫头跟她生母一样，心善到了骨子里，哪怕当日姜氏亲手害死了她的生母，她也念着姜氏的养育之恩。也正因为她这样的性子，朕才更加珍视她。小姐，你醒了。昭儿，可还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？母亲犯下大错，妾身不该说出徇私包庇的话。但母亲到底对妾身有养育之恩，
只求皇上太后允许妾身回母家，送母亲最后一程。罢了，我罚了，皇帝决定吧。你先起来。朕准你这个心愿，但你也莫要因为此事责怪自己。小姐，下雪了。阿娘，你看到了吗？女儿要为你报仇了。去叩门吧，今日就是江氏的死期。微臣拜见娘娘。父亲、长姐，我可断断受不了如此大礼啊！昭儿，你可回来了？你母亲一事有转机了吗？好妹妹，咱们到底是一家人。母亲获罪了，以后你在宫里的路也不好走啊。你一定会救母亲的，对吗？父亲，女儿人微言轻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要救母亲！看来是没有转圜的余地了。这事是皇上太后一同下旨，任谁也无能为力。罢了，一杯毒酒下肚，没什么痛苦。父亲，不！万万不可！父亲，此事没有这么简单。此话怎讲？母亲所做之事，皇上已经开始怀疑父亲知情不报，甚至参与其中。这我毫不知情啊！父亲清白，但军心难测。如今只怕若是母亲自击而亡，皇上的疑心也不会消散。那现在该如何是好啊？为今之计，只能是父亲执行鞭刑，用家法将母亲处死。只有这样，皇上才会认为父亲与此事毫不相关，以此向朝廷表明忠心。为今之计，只能是父亲执行鞭刑，用家法将母亲处死。只有这样，皇上才会认为父亲与此事毫不相关，以此向朝廷表明忠心。你母亲最是顾家，她一定也是愿意为全家人牺牲自己的。我以为她好歹会装着拒绝一番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答应。父亲，母亲与你几十年的夫妻情分，你怎么忍心？是啊，为父与你母亲数十载夫妻情分，如何能下得去手？老爷，夫人对下人一向很好，小人怎么能下这个手？连这下人也惯会做戏。家中遭难，母亲大义牺牲，女儿不愿父亲为难，说一定有人要做这个恶人，就让女儿来吧。父亲不忍看，就回房吧。正好上奏一封，说明是您要执行家法打死母亲，皇上才会相信您的清白，不然母亲就白白牺牲了。孩子，幸亏有你。阿娘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是你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不回来，谁送你上路呢？你这野种得意什么？我是护国公的嫡妻，老爷与我情深意重，他定会救我。救你？你真当他此时还在乎和你的情谊？贱人，你知道什么？当年我的生母被你含冤害死，父亲为了保住自己的官声冷眼旁观，如今父亲为了保全自身，巴不得赶紧跟你撇清关系。就算我要活活打死你，他也不会阻止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他不会对我这么狠心的，他不会。这鞭子就是他亲手递给我，当年你让蛇活活咬死我阿娘，今日也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来人，伺候嫡母上路。阿娘，我为你报仇了，你可以安息了。皇上，怎么抖得这样厉害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回皇上，老爷当着娘娘的面，亲手将夫人活活打死了。娘娘从未见过如此血腥的场景，这回可吓坏了。回皇上，老爷当着娘娘的面，亲手将夫人活活打死了。回皇上，奴才去瞧过，罪妇被打得不成人形，
也难怪娘娘会害怕。这封奏折是宋大人的折子，让奴才务必交到皇上手中。昭儿莫怕，朕晚上留下来陪你可好？妾身待孝，恐冲撞皇上。近日信期紊乱，小日子也提前了，恐怕这几日都无法服侍皇上了。朕知道你难过，这种时候也不喜旁人打扰。罢了，你自己好好休息，朕过几日再来看。宋大人当真心狠，竟然对枕边人下如此狠手。宋世成如此着急打死发妻，莫不是为了掩盖什么才着急灭口？奴婢糊涂，娘娘小日子提前也不知道，奴婢这就去给您泡红糖姜茶。不用，我只是不想再费神跟他做那事而已。对了，这几日陈妃肯定要打探我的情况，找人放出风去，就说皇上对我态度冷淡。是，娘娘大喜，皇上来了。不是，那是什么喜事儿啊？宋昭仪的母亲获罪，皇上迁怒了她。前几天宋昭仪回宫，皇上敷衍着去看了看，她装可怜求皇上留下，皇上也借口推脱了。是啊，这几日皇上都没照见她，就她母家那些是非，皇上定是觉得她也不是好东西。哼，我就说她得意不了几天，这回看本宫怎么收拾她。哎，谁让你们搬的？以宋昭仪的位分，这些东西本是用的。从前她得皇上宠爱，便破例送了。如今，哼，快点搬到陈妃娘娘宫里去。你们这群，算了，叫他们搬吧。小福子，你过来。给。啊，这太贵重了，娘娘，无功不受禄。你个呆子，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你哥哥写信提到过你的生辰，你今天别当值了，出去好好玩玩。娘娘，入宫5年，从没人知道小的的生辰，小的自己都不记得了。别哭了，看看那荷包。这是谁绣的？真好看。你知云山的心意就好。他为了这个荷包，手上不知戳了多少口子。小的知道，谢娘娘，谢云山姐姐。我还没说什么，他倒害羞的像个小媳妇似的。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快去莲心台吧。那个陈妃果然也以为娘娘被皇上厌弃，笼络了河宫的娘娘们孤立您。这次莲心台品茗赏花，就连刚进宫的答应都收到了邀帖，唯独没叫您。那我就更要去了。姐姐们不待见我，我更要上赶着巴结他们才是。今儿个人可真全，唯独少了宋昭仪。让她之前仗着受宠得意，连陈妃娘娘都不放在眼里，如今失了恩宠，谁还愿意搭理她呀？她如今可是罪臣之女，皇上都不待见她了。有那样丢脸的母亲，我要是她，我就躲在宫里一辈子不出来，免得丢人现眼。娘娘，宋昭仪来了。哟，人都上赶着来了，我怎么好好不让她进来啊？听说姐姐们在此小聚，妹妹闲来无事就来了，姐姐们不要嫌妹妹叨扰才是。本宫位列妃位，其他人位分也在你之上，你见着本宫不称敬语，一口一个姐姐妹妹的，你这规矩是和你那不要脸的嫡母学来的吗？妾身一时失言，还请陈妃娘娘恕罪。太后和皇上最近都懒得搭理她了，你倒想起了咱们这些姐妹来。咱们可比不上你有那样长脸面的母亲，数千两的雪花银说贪就贪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娘娘教训的是，可母亲所为，妾身并不知情，还请娘娘收起你那副狐媚样子，本宫瞧着就恶心。你若想让本宫不与你计较，跪那儿伺候本宫布菜，伺候好了，本宫自然不计前嫌，与你还是姐妹。妾身能伺候娘娘用膳，是妾身的荣幸。你是故意的！妾身一时手抖，还请娘娘恕罪。捡起来吃了，我便饶了你。妾身遵旨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万福金安。皇上今日怎么有雅兴来？朕不来，也看不见你在背地里都是如何苛待别的后妃的。
皇上冤枉呀！宋昭仪跟姐妹们一块好好吃着饭，糕点掉在地上了，她偏说不要浪费，捡起来就要吃。臣妾已经劝过她了，是她自己。当真是瞎了吗？皇上，不关陈妃姐姐的事，是妾身自己。昭儿，你生性内敛温柔，遇事只会一味忍让，就因如此，人人都敢欺负你。臣妾没听错吧？皇上在说宋昭仪忍谁？朕说昭儿在忍你。太后的人怎么那么快就查到姜氏的事？你当朕不知道？你父兄身在川上，竟也能只手遮天插手京城的事情，你当朕什么都不知道吗？臣妾不敢。这几日宋昭仪总去找你们，可你们却一个个避而不见。你们是觉得朕会因为姜氏的事迁怒他，所以才唯恐避之不及。妾身不敢。朕今日就告诉你们，姜氏所犯之罪，昭儿全然不知情，朕亦不会因此事迁怒他。江德顺，奴才在。你即刻将朕的口谕知须皇后，小谕六宫，即日起晋宋昭仪为宋嫔。皇上，妾身不必说，你担得起这个位分。今日之事，朕不想追究下去。日后若朕再瞧见后宫之中有人肆意折辱妃嫔，就别怪朕不留情面。辛苦海公公了。给宋嫔娘娘办事是小的的福气，往日里小的言辞有失，还望娘娘恕罪。海公公多虑了。之前以为娘娘失宠如此怠慢，如今又上赶着巴结，娘娘定要好好治他们的罪。墙头草罢了，不必在意。是奴婢多话了。你跟小福子不同，在我心里早已把你们看作了家人。皇上驾到！臣妾恭请皇上圣安。免礼，朕刚忙完就马不停蹄来看你了。皇上如此惦记臣妾，臣妾心中实在感动。昭儿，朕能护你一时，但总不能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。你要学会保护自己，明白吗？臣妾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方才陈妃那样对你，朕看着都心疼。有皇上心疼臣妾，臣妾受再多的苦都值了。朕怎么舍得让你受苦？皇上，臣妾答应了一会儿要去为太后做一顿全素斋。好啊，朕也尝尝昭儿的手艺。晚膳吃了素，夜里何该开荤了？皇上明知臣妾害羞，还总逗弄臣妾，让朕瞧瞧是怎么个害羞法。娘娘，宋大人有急事要见您。宋嫔娘娘金安。父亲，妃嫔不能轻易见宫外的人，你怎么如此冲动，跟皇上请旨来见我？你们先下去吧，我与父亲单独谈谈。女儿出大事了！父亲，家中出什么大事了？坐下说。说来也不是咱们宋家的事儿，是那葛仲奇。户部侍郎葛大人的儿子葛仲奇，他不是与狄姐两情相悦，准备定下婚事了吗？是啊，眼看亲事将近，他奉命看守军粮，一时喝酒贪杯，打翻了油灯，烧了军粮。军粮被焚是军机要事，闹不好要满门抄斩的。唉，可他毕竟和你长姐有婚约，为父想着为他求求情。父亲，你真是糊涂了！他惹下这塌天大祸，你还敢给他求情？可事到如今不得不管了。你长姐她怀了那葛仲祥的骨肉。长姐当初就是以不孕为由才免了入宫选秀女，如今怀了孩子，岂不是欺君之罪？本来想着让你长姐把孩子打了，断了这门亲事，可葛家如今以这件事相威胁，为父也没有办法了。既然军粮被烧，为今之计只能想办法补上了。可是这上千石的粮食怎么补啊？附近辖内不是看管着皇家的粮田吗？只要让这粮食的收成翻上3番，必能填补上军粮的空缺。3番？我上哪儿去翻3番啊？想来那田地里荷花雀以稻谷为食，若是这荷花雀没了，粮食自然能增产。对，可是这粮食还有2个月才能收成，这……父亲放心，这2个月怎么就这么巧会有战事？就算一朝东窗事发，女儿如今胜券幽骤，总不会让父亲出事的。父亲，快去吧，那荷花雀难抓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女儿定会保父亲无虞。有你这句话，为父就放心了。那我即刻去办。娘娘这么恨老爷，为何还帮他出主意？荷花雀虽食稻谷，也食蝗虫。你说他把荷花雀抓没了，到时蝗虫泛滥，别说3番，连往日的1征都收不回来。娘娘好计策，要不了多久，咱们这位护国公就做到头了。
让他！皇上息怒，皇上因何事如此震怒？知素使葛仲奇玩炉职守，烧了军粮。你父亲为了给他填窟窿，想让粮食增收，把荷花雀全都抓完了。没了荷花雀，极有可能爆发蝗灾。蝗灾可比雀灾厉害得多，父亲怎会如此糊涂？这道理你都懂，偏你那父亲愚钝的很，闯出这样的大祸来。皇上，臣妾知道父亲做错了事，但是还是求皇上开恩。你先起来，此事全由葛仲奇而起。你父亲若当真如此，那朕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对你父亲网开一面，只处置葛仲奇一家。但若是你父亲主动帮忙，朕绝饶不了他。皇上所言乃是国事，后宫不得干政，臣妾惶恐。罢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那朕处理完此事，晚些时候再来看你。江德顺，派人盯着宋平，瞧他会不会做什么糊涂事来。皇上是要看他会不会给母家通风报信，让他父亲跟葛仲奇划清关系。他看似单纯良善，却不知心性是否真的如此简单。且看此事，他心里到底是向着朕，还是向着他母家？皇上英明。听闻皇上今日发了大火，娘娘是要给皇上做些吃食吗？不是给他做的。小福子，你把这个送到护国公府。不过，娘娘，你们打什么哑谜呢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来人，把他拿下！江公公饶命！回皇上，宋嫔娘娘回宫后就进了小厨房忙活起来，做了这一屉糕点，说是马上要到她长姐生辰了，托上宫馀的下人将这些糕点给她送去。如今她母家正被皇上问罪，她这时候给母家送东西，恐怕……打开！真让朕失望。看来这宋嫔并不是皇上想的那般柔弱单纯，毫无城府。朕就知道朕没看错人。皇上，只是寻常家书而已，皇后多虑了。昭儿心里还是向着朕的。可这个时候送家书，皇后也陪了朕一天了，先行回宫休息吧。是。长姐，快些想办法打掉腹中胎儿，绝对不能让人知晓长姐怀了葛仲奇的孩子，否则长姐性命难保。皇上，这怎么回事？当初宋嫔娘娘的长姐宋月入宫选秀的时候，跟宫里报了不孕啊。宋嫔倒是一心向着朕，没有想办法为她父亲脱罪，她母家却实在可恶。原来这宋月不仅可以生育，还推脱着不愿入宫，与人乌梅苟合，这分明就是欺君之罪。来人！即刻去往护国公府与葛家，将宋月与葛仲奇押入大牢，事关皇室声誉，不可让旁人知晓。宋嫔娘娘在殿外求见，她来做什么？罢了，传她进来。臣妾有罪，请皇上降罪。昭儿何时行此大礼？快起来！臣妾有罪，请皇上降罪。有什么话，起来说。上回父亲来探望臣妾，无意间向臣妾透露了长姐与葛仲奇暗通款曲、烛台暗生的消息。今日臣妾得知葛家要被治罪，提前写信告知长姐要她打胎。臣妾传信后，心中难安。皇上待臣妾这样好，臣妾却为了自己的母家而存了私心，臣妾真是怀痛。别哭了，朕不会怪罪你。你担心家人是人之常情。且你长姐和葛仲奇的事，朕一早就已经知晓。皇上一早就知道。如今他二人就在宫里，随朕去问个清楚吧。放开我！我是护国公嫡女，怎能对我无礼？皇上在此，你也敢放肆？臣女恭请皇上圣安。长姐。你这个贱人，定是你做了什么连累我。皇上，宋昭若是做了什么，可与我无关啊。昭儿，你没事吧？皇上，他就是个庶出的野种，不懂规矩，若是冲撞了皇上，与臣女无关啊。敢打朕的女人，来人，掌嘴！
皇上，臣妾没事，求皇上饶过长姐吧。罢了，把另一个也带上。你们二人欺君罔上，何该诛灭九族？皇上，臣女冤枉啊！冤枉？难道不是你以不孕为由拒了选秀女，让昭儿顶替你入宫，你却与葛仲奇私下媾和珠胎暗结，做出这样不要脸面的事，当朕是傻子吗？皇上，宋家家教甚严，长姐她肯定是被人诓骗了。你胡说什么？皇上，臣女与葛公子之事，纯属是臣女糊涂，错都在臣女，还请皇上……对，皇上明鉴，微臣那日醉酒，宋月刻意勾引臣才会犯下大错，求皇上开恩。你看着我做什么？快跟皇上解释，说是你勾引我的，说啊！葛仲奇，你好不要脸！是谁教给我这样的法子，让我爹去皇上面前撒谎，免了我选秀入宫之事？又是谁半夜爬了我家墙头，非要与我月下光？更是谁说过会迎娶我过门？再说我腹中孩子是咱们抱养来的，以此欺瞒朝廷。你少血口喷人！皇上，微臣一直看不上他，才蓄意勾引，与微臣无关啊！皇上他撒谎，臣女手上有他勾引我的情信。够了！皇上息怒。葛家满门上下，男丁斩首，女眷发配西单，与披甲人为奴。皇上开恩！皇上开恩！皇上开恩！葛家满门上下，男丁斩首，女眷发配西单，与披甲人为奴。皇上开恩！皇上开恩！皇上开恩！江德顺，让人打掉他腹中孽障，丢去天牢，容后发落。皇上开恩啊！稚子无辜啊！皇上，宋昭，快帮我求求皇上！再求情，我立刻杀了他。娘娘，我们求不求情，宋月也肯定会被处死了，何必辛苦走这一遭？戏得演足才好。再说，我怎么能让他死在别人手里？请太后饶我长姐一命吧！荒诞至极！他和你父亲犯下的可是欺君之罪，臣妾知道，可他毕竟是臣妾的长姐。哀家真是看不惯你这副对谁都好，显得脑子里缺根弦的样子。你这样在后宫必然吃亏。太后，哀家今日必须好好给你个教训。你爹与长姐，哀家只能保一个，谁生谁死，你来决定。求太后宽恕父亲。不过你长姐的这条命得由你亲自去取，此举也算是让你跟皇帝表个态，免得日后有人议论说哀家和皇帝偏心你，明白吗？臣妾不能。你父亲的命也不想要了吗？臣妾遵旨。茶凉了，臣妾替太后添了新的来。娘娘，人都打发干净了，甭管多大声，也一概传不出去。昭儿，你是来救姐姐的吗？长姐受苦了，在这里肯定吃不好睡不好。昭儿，你快救姐姐出去吧，这鬼地方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长姐不是最喜欢老鼠了？从前你都敢抓着老鼠放到我的床上，如今怎么还怕了呢？你为何这般对我？再怎么说我也是你长姐，我与你身上都流着宋家的血。你现在想起来你是我长姐了？你不是常说你遇到的所有倒霉事儿都是因为有我这个晦气的庶妹吗？就当从前的事都是我对不住你，今日你若救我出去，我必当牛做马报答你。救你？你跟葛仲奇那档子烂事儿就是我告诉皇上的，你怎么天真到以为我会救你？是你，竟然是你！你为何要杀了我的孩子？你为何要断送我的一生？那你又为何要断送我的一生？你让我顶替你入宫，让我一生都被困在这金丝牢笼里，而你却想和你的情郎逍遥快活。我告诉你，那不能够。今日
你这傻心！母亲说的没错，你生来就是向宋家讨债的。我如何能是来讨债的？我分明是来报恩的。你不是喜欢葛种旗吗？你别急，我这就送你去见他，必让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在黄泉之下喜结连理，才算是互不辜负。呸！贱人，你好狠毒的心！多谢长姐美誉，妹妹却知不恭。哦，对了，太后下旨，长姐犯下欺君之罪，罪无可恕，赐死。小福子，送大小姐上路。是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宋昭，你不能死！那也要让你们都死在我前头。皇上，宋家嫡方才在天牢中暴毙了。是太后的旨意。是，但他暴毙之时，宋嫔娘娘在场。周儿，皇上，皇上！宋嫔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宋嫔娘娘惊吓过度，需要好好休息，便可恢复。你去天牢那种地方干什么？回皇上，娘娘担心家人，思来想去还是忍不住去探望。可是宋家嫡女许是因为失了孩子，心绪错乱，妄想攻击娘娘，结果反而一口气没上来，给自己气死了。这个毒妇竟敢如此放肆，真是委屈了昭儿了。吓坏了吧？长姐真的好可怜，都怪我，我不去看她就好了。这怎么能怪你？这样也好，见人自作孽不可活，也省得脏了你的手。宋嫔向来柔弱心善，从未见过这样可怕的场面，她会不会惊惧过度，吓傻了？皇上放心，微臣会开一些补气安神的药，必不会让宋嫔娘娘有任何闪失。皇上最后还是顾念着娘娘，只削了老爷的爵位，降为持节使，要老爷远渡北韩川，处理外邦政务。父亲去那么远的地方，怕是这辈子都不能回京。今天也就是我们父女最后一次见了。走了好，当年对咱们这房不闻不问，姨娘被打死了也没去看一眼，活该她去那孤寒之地受罪。到底是父女一场，我且送爹爹一场。父亲。女儿，为父自小对你宠爱有加，日后再帮衬不了你什么。你在宫中万事小心。此去路途迢迢，恐此生再不得相见。女儿就以这碗酒送父亲上路。这流放路，为父一个人孤苦无依，怕是没命活着回京了。昭儿，皇上宠爱你，若是有机会，你可要帮为父多说几句好话。女儿恨不得亲手送爹爹上黄泉路，又怎会帮你求情？昭儿，我可是你父亲。父亲，你当年我是如何跪在地上苦苦求你去救我娘亲性命的？你又是怎么对我的？你这个孽障！这就下药了。父亲放心，不是致命的毒药，只是让你暂时失去力气罢了。若是让父亲一下就死了，岂不是便宜了你？我要你日日都活在折磨里。劳烦小哥好好照顾我们宋大人。小的明白，一定帮娘娘办得滴水不漏。快走！父亲，一路走好。娘娘，宋大人过世了。云深，下雪了。
是啊，姨娘在天上也高兴呢。娘亲最喜欢下雪了。昭儿，慢点跑，别摔着。昭儿，昭儿，昭儿，过来呀！娘，都怪我没有早一点保护你。娘的昭儿变漂亮了，如今过得很好吧？这些衣服首饰多好看呀！娘，我不要这些东西，我要你回来。小姐，小姐别难过了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昭儿，朕知道你的丧父之痛，已经下旨以护国公的身份为你父亲操办丧礼。他跟你母亲长姐之前犯下的过错更是只字未提。你还是护国公之女，不会影响你的往后的日子。臣妾多谢皇上体恤。昭儿郁郁寡欢多日了，不如今日朕留下好好陪陪你。皇上，臣妾身在校期，实在不宜面圣，还请皇上容臣妾多些时日吧。朕知道了，那朕晚上去看看皇后，你快回屋歇着吧。娘娘这半月已经推了皇上3、5次了，就不怕皇上以后不来了？我大仇已报，他来不来有什么要紧的？宋嫔母家的事，皇后可知道？宋嫔实在可怜，母家俱亡，还望她不要悲痛伤了身子才好。朕想着，不如再尽一尽她的位分，以示安慰。宋嫔入宫未满1年，就从才人到了妃位，恐朝臣们觉得不妥，不然等宋嫔有孕再加封也不迟。那就先赐她封号吧。臣妾想了一个封号，不如皇上看看。令，这个字寓意德行美好，形容宋嫔确如其分。好，那就辛苦皇后操办仪式了。臣妾这就去办。皇后，令字可是大封，自启朝建朝以来，也只有太祖皇帝的皇贵妃秦氏被赏赐过令字作为封号。您为何要抬举她呀？从前等皇上亲自拟定封号的只有陈妃一个，如今宋氏也有了，还是个大封。陈妃知道，怕是真的要大封了。令嫔，她也配用这个字？娘娘息怒，这个贱人，母家成了这样，竟然也能进位分。万一有孕了，岂不是要进了妃位，和我平起平坐？娘娘莫急，哪就那么容易有孕了？你说的对，哪儿就那么容易就怀上？不如我帮她一把。回娘娘，臣妃今日晌午邀您共用午膳。陈妃这段时间一直给我们送这上好的琼花蜜，今天还请您去用膳，不会是鸿门宴吧？我正愁找什么机会收拾他，
他倒自己送上门了。他敢摆鸿门宴，本宫就敢单刀赴会。臣妾给陈妃娘娘请安，娘娘万福。小厨房新做的炙羊肉，快尝尝。娘娘，张太医来给您送坐胎药了，让他进来吧。妹妹这是怎么了？莫不是本宫这里的吃食不合胃口？臣妾近日总是这样，许是夜里受了凉。月信来了没有？好像已有2个月没。娘娘莫非有喜了？那你就快给令嫔娘娘看看吧。笨手笨脚的东西！娘娘息怒，本宫先去更衣。恭喜娘娘，您已经有了1个月身孕了。娘娘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！皇上子嗣不多，娘娘若是一举得男，就是皇上的大阿哥，那可是贵子啊！托了张太医的福，微臣还要给赵嫔娘娘请平安脉，就先行告退了。怎么样？张太医怎么说？回陈妃娘娘，张太医说我家娘娘她确实是受凉了，也是我自己贪凉。入秋了，睡觉时还总是开着窗户。本宫瞧着不像。你看你宫里这丫头一副喜滋滋的模样，可是妹妹有喜了，想暂时按下此事，等着给皇上一个惊喜。没来由的事，臣妾怎么敢拿皇嗣玩笑？娘娘，臣妾身体不适，先行回宫了。你这法子能行吗？我看宋昭像是不信。就算令嫔不信，再传其他太医来看又能如何？如今在娘娘的掌控下，太医院除了只伺候皇上的朱太医，其他人都长着同一条舌头。只要那个贱人信了自己有孕，哪日沉不住气说出来，我再让人拆穿了他假孕争宠，他这恩宠便算是彻底断送。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，娘娘确有身孕了。既然有这样的喜事，那便劳烦太医将此事告诉皇上。这是天大的喜事，总得娘娘亲口告诉皇上，才更让皇上欢喜。太医言之有理，下个月皇上在桐花台设宴赏花，我等到时亲口告诉皇上这个好消息。还请太医帮我暂且瞒着此事。哦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朕看近日秋高气爽，大家不便出宫踏青游玩，朕便在这桐花台上设宴，品酒赏花，怡然自乐。臣妾等多谢皇上。臣妾记得令嫔妹妹最喜这梅子酒，快给送去。臣妾倒是看陈妃娘娘面前的酸梅汤不错，皇上替臣妾要一碗吧。今日朕兴致好，令嫔陪朕喝一杯吧。臣妾近来身子不适，传了太医来，告知臣妾已有身孕了，怕是不能饮酒。真的？已经传过2位太医看过，确实无疑。这真是件大喜事。江德顺，传旨6宫禁令嫔为。皇上且慢，皇嗣是大事，难道不需要储太医来瞧瞧吗？令嫔方才说也有2位太医瞧过，为何还要再传？也不能偏信令嫔的一面之词，毕竟这后宫中人为了荣宠，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。陈妃娘娘是疑心臣妾假孕争宠，
胡闹！昭儿生性纯良，怎会做出这种事？做不做得出来，主太医来了，一验便知。皇上，既然陈妃如此坚持，不如传太医来看看吧。江德顺，传祝太医来。回皇上，以令嫔脉象看，娘娘确有1月身孕。什么？你没看错吗？绝不会错，只是令嫔娘娘似有用过除安草迹象。那是什么？蒲甘草，草药与红糖同时，会使人气血两亏。好在发现尚早，调养后定能保母子无殃。我素来体弱，皇上命人日日送红糖石到我宫。此事人尽皆知，定是有人加害于你。臣妾好奇，为何此前太医未发现除花草？昭儿，都有谁为你看诊过？张太医和李太医。你们2个上前来，朕要问话。朕问你们，是医术不精，还是另有隐情？想想你们的家人，想好了再回答。是陈妃，是她给令嫔下了除甘草，她让我们谎称有孕，陷害娘娘假孕争宠。你们无凭无据，血口喷人！回皇上，陈妃此前送令嫔这瓶琼花蜜。回皇上，此物中确有除甘草。你还想抵赖？皇上息怒，臣妾不知令嫔已有身孕，否则断断不敢做出损害她腹中龙胎的事情啊！皇上，陈妃娘娘，臣妾自问对您处处礼敬有加，不知是哪里得罪陈妃娘娘，请遭此一劫。你就是太心善，才会被人百般欺凌。江德顺，传朕旨意，晋令嫔为令妃，掌协理6宫之权，择日办册封礼。陈妃陷害妃嫔，毒害皇嗣，擢去协理6宫之权，褫夺封号，降为嫔尉。恭喜令妃娘娘，娘娘此番大获全胜。这次多亏了你了，就算陈妃啊不，现在要叫陈嫔了，就算她掌握着整个太医院又如何？任凭她千算万算，也算不到本宫身边有个精通医术的你。是娘娘有福气，在陈妃陷害您假孕之后，竟然真的怀了龙翼，不然还不知怎么对付她呢。别忙了，坐下。娘娘，这不合规矩。今日是你的生辰，这里没有娘娘，只有你的昭姐姐。真好看，昭姐姐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我是不知道的，这是有人自己不好意思，非要托我送给你的。小福子，我戴这个好看吗？好看。云颂还有什么愿望？今天一并说出来，姐姐我帮你实现。我只希望小姐永远平安喜乐，小姐的孩子可以顺利出生长大。少给我扯！云善，你给小福子绣的荷包手帕我都看见了。明年你就20了，到了出宫的年纪，到时候我给你们在京里置办个宅子，你们就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了。那小姐你怎么办？我大仇已报，心愿已了，日后也不会争宠，没人与我为敌，怕什么？你们何必跟我一起老死宫中？小姐，哭什么？快吃，这是小福子做的，可难吃了，快尝尝。都怪那个贱人，害得我被降了位分。娘娘，皇上心里还是有您的，过几日他消了气，自然会恢复娘娘的位分。
过几日那个贱人的孩子都生下来了，本宫绝不许有人生在本宫之前。宸妃娘娘，还记得冷宫里那个封妃吗？好端端的提她做甚？听说令嫔因为母家整日的哭，不如娘娘把那个疯子放出来，这郁结成疾，在郁惊下。好啊，这疯子说的话也没人会信，倒省了灭口了。臭死了，就是他！宸妃娘娘，就是这个疯妇，整日在这里咒骂娘娘。本宫今天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听说你想见皇上？皇上在哪儿？皇上最喜欢我了。皇上新得了一位令嫔，宠爱的不得了，他天天在皇上说你坏话。这个贱人！你去抓花令嫔的脸，皇上不喜欢她，自然就招幸你了。这个令嫔的样貌，贱人！你出的什么主意？这个疯子连本宫的话都没听完，他哪知道哪个是令嫔？娘娘息怒，还不快去追！疯疯癫癫的惊扰了圣家，怎么得了？你跟小福子选好宅子没有？别提了，奴婢一说起婚家的事儿，她就像遇了流氓的大姑娘似的，转眼就跑没影了。你倒是不害臊，你不嫌弃他是不全之人？我们自小一同长大，在我眼里，他一切都很好，男女之间也不尽是卧榻上的那些事，有时候能遇着一知心之人，已是很不易了。且既然喜欢，又何来嫌弃呢？我看也别等明年了，我这就去向皇上讨个恩典，让你明儿就嫁出去得了。贱人，去死！小姐当心！玉素，你怎么样？昭儿，你没事吧？云裳，城主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他手里哪来的刀？宸妃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疯妇整日在冷宫咒骂臣妾，臣妾只是想去教训两句，一时不察被他跑了出来。宸妃进足永安宫，听候发落。云舒呢？他怎么样了？在里面。刀伤已入肺腑，娘娘恕臣无力回天。治不好云溪，本宫要你们太医院的人一同陪葬。娘娘，微臣用人参吊了这丫头的一口气，有什么话快交代吧。小姐，你没事太好了。以前都是你护着我，我终于也能护着你一次。不是，一直都是你护着我。小姐总说我傻人有傻福，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我有几句话想跟小福子单独说。我恐怕是挺不住了。我走了以后，你要好好照顾小姐，记得她冬日里要喝姜茶，别放糖，她不爱喝太甜的。
他思虑过重，经常头疼，要叮嘱他多散散心。我给小姐的孩子做了个肚兜，放在我床头，可惜了还没做完，可惜我见不到小姐的孩子出事。你不许说这些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我笨手笨脚，照顾不好娘娘，你要好好活着。小夫子，我好了，抱一抱我好吗？替我照顾好小姐，你也照顾好自己。云舒，云舒，云舒！令嫔来了，朕知道你为了那个丫头的事伤心，朕已经遣了最好太医。不必了，云山已经死了。如今那个疯妇朕已处死，也算他偿命了。一个冷宫里的疯子，如何能越过层层守卫？又是哪来的刀刺下妃嫔？满皇宫那么多人，就无一人阻拦。朕不是救下你了吗？只是伤了你的贴身婢女，回头朕再给你挑2个好的。那不是普通的婢女，那是跟着臣妾一起长大的姐妹。你可知你在跟谁说话？你衣衫不整，擅闯御书房，见了朕也不拜，你这副样子跟那个疯妇有何区别？我是疯了，可皇上没疯，罪魁祸首就在眼前，皇上怎么能当看不见？放肆！死的不过是个奴婢，你还想要朕怎么样？皇上要复陈妃的位位，朕的旨意还轮不到你来过问。对了，朝廷如今正是用人之急，陈妃父兄要领兵出征，皇上还得好好讨好陈妃呢，怎么可能严惩他？你恃宠而骄，御前事宜，朕念在你腹中怀有皇子，就不严惩你了。江德顺，罚令嫔禁足瑶华宫，无旨不得出。哼。算你命大！哼，今日我没死，来日我必定让你生不如死。就凭他，哼，母家已经失了势，就算有孩子又能怎么样？也要看生不生得下来。陈妃娘娘，皇上正等着您呢。臣妾冤枉啊，皇上！这件事已经调查清楚了，确实是个意外，你受委屈了。皇上英明。方才听下人说，令嫔妹妹竟敢来御前撒泼，亏得皇上还冒险救她，真是不知好歹。果然还是朕的陈妃懂事。之前令嫔怀孕之事，朕已查清，你也是无心之事，如今就负了你的位分。皇上，你真的原谅臣妾了。你父兄在前朝为朕分忧，你又替朕料理后宫琐事，一家子忠君体国，区区复位，改日怀了皇嗣，朕再晋你为贵妃。臣妾谢过皇上。云仙，云。娘娘，云山已经没了，你也要跟着去吗？娘娘，奴才忍不下这个仇，大不了就用这条命跟他拼个鱼死网破。那我呢？是小人鲁莽，忘了此法会牵连娘娘。你素来心思缜密，如今为着云生，什么都不顾了。但鲁莽的又何止你一个？我竟然跑去让皇上为我做主，真可笑。若不是太后出宫礼佛，定会为我们做主。除了自己，
没人靠得住。我早知道的。云山的仇，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报。回禀娘娘，皇上看了您送去的请罪折子，很是感动。刚刚遣人邀请您去养居殿共用午膳。知道了。西影，去把我给皇上准备的竹笋火腿羹拿来。是。娘娘，这法子能行吗？陈妃有父兄，我就用我自己的命给皇上恩情。他对皇上有用，那我就让皇上欠我一个救命之恩。这竹笋火腿羹着实不错，再给朕一碗。臣妾半月前惹恼了皇上，这道菜是给皇上赔罪的。臣妾看皇上用的越香，越觉得皇上宽恕臣妾了，臣妾心里高兴。朕知道你当时悲伤至极，才会口不择言。朕怎么忍心怪你呢？皇上宽宏大量，怎会小女子一般计较？方才有些贪嘴了。如今御花园的菊花开得极好，你陪朕去看看，就当消消食。是。多日不见，朕险些忘记，朕的昭儿这么香。昭儿艳而不妖，有妙龄少女的娇俏清澈，也有成熟女子的明艳妩媚。皇上，好些人看着呢。朕宠着你，他们愿意看，就叫他们看。哎呀，皇上！好，好，好，昭儿怕看，那就不让他们看。你们都在原地候着，不许跟来。看来皇上今日是想玩点新花样了。越发没规矩了，告诫众人不许进入御花园。朕与昭儿多日不曾独处了，臣妾也思念皇上的情。昭儿觉得此处景色如何？甚好。哦，可朕觉得这御园的风景却不及昭儿的万分之一。皇上小心！昭儿，昭儿，皇上没伤着吧？传太医！皇上，臣妾真的没事，此处实在不方便让太医看。朕知道，你是一个姑娘家，不好意思，那让朕瞧瞧，你怎么这么傻？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的石头砸在身上多痛啊！皇上替臣妾挡住那疯妇的时候，也是跟臣妾一样傻吗？当时朕怕你受伤，没想那么多。臣妾也是怕皇上受伤，没想那么多。朕一直都觉得昭儿娇弱得很，却没想你竟然会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护着朕。皇上不必放在心上，臣妾知道皇上这几日繁忙，只有西影帮我上药。皇上快去处理政务吧。昭儿真懂事，你好生将养着，朕晚上再来看你。回禀皇上，奴才已经去内务府查问过了，那假山几日前就有石头脱落，几个下人偷懒没有立刻修缮，已经打发了。几日前就有脱落。是，多亏了令嫔娘娘反应及时，不然就出了大事了。她一个弱女子久居深宫，反应倒是快。你说会不会是她为了重得圣宠，对朕设局，故意引我到那里？这奴才罢了，问你也是白问。白家瑶华宫，皇上不是跟令嫔娘娘说有时3刻过去吗？是否通传？不必通传。娘娘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这样欺瞒皇上。娘娘明明伤得这样重，整个背上伤了一片，却只给皇上看了肩膀上的一处，让皇上瞧见，岂非更心疼了？我泡泡热水，淤青散得快，皇上不会发现的。之前皇后娘娘宫里的小夏子，就是被假山落石砸死的，这可是要命的事儿。娘娘不怕吗？我当然怕呀，可我当时看着那些碎石朝皇上砸了过去，我就什么都顾不得了。只想着不能让皇上受伤。碎石不受人为控制，怎么会有人拿自己的性命布局？朕竟然还猜忌他。谁在外面？昭儿别怕，是朕。皇上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别动，让朕看看你的伤。皇上，小心弄湿了您的衣袖。既已经湿了，索性由着它全湿掉。皇上，臣妾背上有伤，不方便。昭儿可以在上面。你方才在皇上面前表现得很好，是娘娘教的好。娘娘，那落石不长眼，万一……
到时你在假山上藏好，适时将石头推落到我身边就好。可皇上看不到伤痕，肯定不信。娘娘三思，这很疼的。再疼也没有云舒受的那刀疼，动手吧。恭喜娘娘重新复宠。如今复宠，便要想想怎么对付陈妃。外面在吵什么？今日是杨昭仪的忌日，她当初死状可怖，闹得人心惶惶。娘娘今夜也不要出门为好。我进宫前曾听人说过，这位杨昭仪是京城第一美人，一度连陈妃都被她比下去了，皇上宠爱的不得了。正是，只是怀孕之后突然就疯了，整个太医院都查不出缘由。去查查，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是。机会送上门来了，陈妃，这次我不会再让你逃过。回娘娘，查到了。说，杨昭仪死前疯疯癫癫，浑身起了红疹，最后发疯撞墙而死。小的查了一本记载苗疆秘史的古书，发现这症状与一种苗疆的离魂散的功效相同。苗疆，本宫记得陈妃的父兄曾在苗疆打仗，这件事定是他所为。小的也这么觉得，但如今已死无对证，无法旧案重提了。死无对证，那便让这件事重新上演一次。可这离魂散是苗疆独有，无法复制，如何重新上演啊？没有，那便无中生有。娘娘不好了，令妃中毒了。那不是好事儿吗？她死了没？这还没，但是她最近整夜不能入眠，身上起了红疹，跟当初疯了的杨昭仪一样。离魂散，仔细说说怎么回事？奴婢跟令妃宫里的西营打听来的，但小福子细细检查，才知道是上宫局日日送来的鲜花被人动了手脚。那离魂散你不是说只有苗疆才有吗？杨昭仪当初那么痛苦的丢了性命，我便警告父兄不许再用，如今宫里怎么又出来了？八成是有人查到了杨昭仪的死因，又找来了离魂散，想要除掉令妃，再嫁祸给娘娘。定是皇后。杨昭仪出事的时候，除了皇后，其他人都还没进宫呢。看她平日病恹恹的，本宫竟小瞧了她。娘娘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赶紧把宋昭给本宫带过来。若是他在皇上面前告发此事，本宫到时百口莫辩。是。你怎么还敢把这些脏东西带来？娘娘说这里被人下了离魂散，臣妾特带来给娘娘检查。拿远点儿！这还查什么？快来人，拿出去烧掉！是。你们两个把这花拿出去。是。这离魂散被人吸入，就会神思倦怠，浑身发痒。若是日日被这毒物侵害，要不了10天半个月，就会像杨昭仪那般惨死。娘娘，你觉得是本宫要害你？臣妾不知道。还当你是装的心思单纯，原来真的如此蠢钝。这离魂散源自苗疆，只有我的父兄在苗疆打过仗。我若害你，怎会用这样明显的手段？皇后忌惮我有父兄撑腰，又害怕你生了儿子成太子，她的后位保不住，想要一石二鸟。
臣妾知道娘娘是真心爱皇上，所以定不会伤害皇上的孩子。臣妾本是罪臣之女，能登妃位已是无上恩典，今后只求能在宫中保全自身和孩子。此番你我二人若扳倒了皇后，他日我登上后位，定能护你周全。可臣妾已经把宫里的花都处理了，刚才的也被娘娘烧毁，没有证据。没有证据，本宫也会让证据自己出现。下次事情你就假装中毒，皇上定会彻查。但凭娘娘吩咐。娘娘，大将军已经将离魂伞送来了，已经按您的吩咐送了一半给小福子，让他们到了时候撒到花苞上，把这袋藏到皇后宫里，等皇上搜出铁证，看他怎么抵赖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只是扳倒皇后未免可惜了，不如趁机真的毒死宋昭，这后宫便是娘娘囊中之物了。等本宫当了皇后，何愁没机会收拾宋昭？就按我说的做。好多虫子，好多虫子！怎么了？昭儿怎么了？虫子爬到我身上了，好痒，好痒啊！来人，快来人！皇上，快传太医！朱太医，令妃如今的症状跟昔日的杨昭仪可是一样？回皇上，确实一样。当年之事，微臣亲眼目睹。这些年来翻阅典籍，发现这症状似是一种苗疆离魂散所致。苗疆，江德顺，你跟朱太医在瑶华宫仔细搜查。老臣领旨。昭儿，朕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皇上，臣妾到底怎么了？你放心，此事朕自会查明。皇上，回皇上，微臣在令妃娘娘宫中鲜花的花苞上发现了离魂散的粉末。花开之后，花粉随风飘扬，娘娘便将药粉吸入体内。皇上，有人要害我们的孩子！查，给朕查，把所有的嫔妃都召集过来，他们所居宫室都要查。是。挖地3尺，也要把脏东西给朕找出来。皇上，臣妾自问没得罪过任何人，臣妾死不足惜。但至此何辜啊！你放心，谋害皇子是死罪，朕一定还你个公道。皇上深夜召集六宫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后宫之中，竟敢有人残害嫔妃皇嗣，毒都下到朕的眼皮子底下了。怕是有人嫉妒着令妃先怀了龙翼，抢了她的尊宠，动了歪心思。回皇上，这袋子里装的就是苗疆离魂散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皇上，此话是何意啊？皇上息怒，东西是从皇后娘娘宫里搜出来的。从本宫宫里搜出来的？是，正是从皇后寝殿的暖座下搜出来的。令妃娘娘身中的正是这离魂散。离魂散？本宫从未听说过啊！娘娘嘴真硬，证据都摆在面前了还不承认呢？人家令妃怎么你了，竟下这种毒手？不只是他，朕已查明，从前杨昭仪也是身中此毒，一尸2命。皇上明鉴，此事臣妾确实不知。你久在病中，不常出宫，且宫中都是你用惯的老人，不是你的，难道是别人塞给你的？皇上，皇上，这袋子有问题。这蜀锦蜀中只进贡了3匹，臣妾身在病中不常出门，就将其分给了陈妃和令妃。怎么会？这袋子还有一股子药味。回皇上，这袋子上沾的
是微臣开给陈妃的助孕汤药。当初你嫉妒杨昭仪的恩宠，所以用下作手段毒死了杨昭仪。现在令妃得宠，你就又故态复返了。皇上，臣妾在座的嫔妃之中，只有你兄长带兵征讨过苗疆，这事儿分明就是你想要害死令妃，在陷害本宫。陈妃，你可真是好算计！皇上，这一定是皇后陷害我的。那你倒是给朕解释清楚，为何这蜀锦袋子上会有你的汤药？来人，将陈妃扣押起来，她身边伺候的宫人统统押入暗牢中，严加惩问，务必要将整件事查个水落石出。皇上当真怀疑是臣妾所为？皇上，这件事实在蹊跷，要不朕自有分寸，还不动手？皇上曾说过会永远保护臣妾，绝不叫臣妾受委屈。令妃为皇上辛苦孕育皇嗣，没想你狠毒至此，对孩子都能痛下杀手，你有什么脸面求得皇上宽鉴？来人，将陈妃禁足永康宫，听候发落。皇上当真如此绝情？皇后还亲自来看臣妾，臣妾感激不尽。本宫还要多谢你，在陈妃栽赃嫁祸之时，来通风报信，免本宫遭受无妄之灾。都是臣妾该做的。只是，就算陈妃娘娘千错万错，毕竟跟皇上有着多年情谊，况且皇上也要顾及着他的母家。陈妃的父兄为朝廷建功立业，如今得胜还朝，皇上可不能寒了功臣的心。令妃妹妹放心，我这就去让我的母家联络朝臣，好好为陈妃求求情。娘娘这计真是厉害，假装向陈妃示好，实则联合皇后扳倒陈妃。只是您为何还要让皇后娘娘为陈妃求情啊？你知道帝王最忌惮什么吗？功高震主。多谢皇上护臣妾周全。朕从前觉得陈妃骄纵了些，但也不失可爱。如今看来，朕的放纵反而让她欲开放肆。陈妃娘娘只是一时糊涂，皇上就不要对她处罚太重了吧？她从前待我很好的，臣妾那时为了避宠，在脸上画了红痕，敬事房将臣妾的绿头牌撤了下来，是娘娘一句话，才有了臣妾跟皇上缘分的开始呢。敬事房是直属御前管辖的内廷部门，就连皇后也不能插手敬事房安排的。许是陈妃帮臣妾求情。他父兄可是真有本事，今日上朝满朝文武竟有一半人为陈妃求情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天下都姓了宁。那皇上更不能重惩陈妃了，不然宁大将军生气怎么办？是啊，看在他父兄的份上，也得给他一个合适的处置。娘娘该传膳了，本宫吃不下。皇上说过会永远信我保护我，这次我被诬陷，他竟然如此狠心。皇上还是疼娘娘您的，从前就算娘娘犯错，皇上也不会生您太久的气。是啊，我父兄也刚刚得胜还朝，皇上肯定晚上就会来看我。娘娘，皇上身边的江公公来了。娘娘您看，果然来了，快请进来。江公公，是皇上要来看本宫吗？回娘娘的话，老臣是来传旨的。传旨？皇妃宁氏德行有亏，戕害嫔妃皇嗣，罪无可赦。但念其父兄颇有战功，着留其性命，废入冷宫，非旨不得出。不，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，我要见皇上。皇上这会儿怕是不想见娘娘你。娘娘，好自为之吧。娘娘您别太伤心，就算是冷宫，奴婢也陪着您去。令妃有了身孕，皇上常常看望之余，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。朕倒无妨，只是可怜令妃柔弱善良，自入宫以来屡遭明刀暗箭，一家人都没了，这些天憔悴的不成样子。那皇上可得好好疼疼令妃。朕打算给令妃贵妃之位，皇后觉得如何？那自然是好，只是我启朝从未有庶女封贵妃的先例啊。既没有先例，那朕便开了这个先例。皇上看中令妃妹妹，臣妾也替妹妹高兴。
贵妃娘娘万福金安。这宫里的人真会巴结，册封礼还没到呢，得了消息便早早的喊上贵妃娘娘了。也不全是巴结的，本宫听闻冷宫里那位故人就对本宫整日咒骂。那宁氏如今被困冷宫，缺衣少食，过得苦不堪言。这样好的天气，不去瞧瞧这位陈妃娘娘，岂不可惜？是。你这个贱人来瞧本宫的笑话。本宫要跟陈妃娘娘单独聊聊。屋里暗，奴婢给娘娘掌灯。行了，下去吧。如今你这个庶出的贱婢倒是风光了，皇上真是宠你。不顾群臣反对，也让你当了贵妃。陈妃娘娘身在冷宫，也还是耳聪目明啊。你别得意，封了贵妃又如何？你全家都没了，再多的富贵也只能孤苦一人了。自从我生母去世，我就已经是孤苦一人了。我那父亲、母亲、长姐，我巴不得吃他们的肉，喝他们的血。你是故意激怒我，借我之手打压母家。说来我真要谢谢陈妃娘娘，若不是你相助，我的大仇还没机会报呢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害我到如此地步？因为云山，我早已把她当做我的亲妹妹，你失去的只是位分、荣宠，她失去的可是性命。本宫做过的是认，没做过的绝不认。我是要放那个疯子出去吓吓你，但我没来得及说你的模样，他就跑出去了。那把刀我更不知道是从何而来。你以为我会信？你之前还想要跟我联手扳倒皇后，转头就让人在我的饭菜里下离婚散。你这种毫无底线的人，我怎么可能信？我没做，我就是没做。都落魄成这样了，还嘴硬呢。就连秋兰给他点的那烛台，都是前些日子小人嫌就扔了。你说什么？那烛台是咱们宫里的。快回去。娘娘，她中毒了。怎么样，救得回来吗？所幸发现及时，小人替她施针，不久便可去毒。果然如此。娘娘怎么发现这蜡烛有问题的？我宫中的东西，就算旧了也是上好的。宫女太监都带出宫去换银子，这冷宫怎么可能用得上？可是方才我们也在这里，为何没有中毒？蜡烛的上半截无毒，那下毒之人算着我们离开的时间，让我们前脚离开，陈妃后脚丧命，我们自然是凶手。到时陈妃父兄报仇，也只会找上我们。那下毒之人岂不就是？来人，务必把秋兰给本宫抓住。是。回娘娘，秋兰已带到。你抓我的侍女做什么？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别牵连她。怕是有些事还不是你做的。说，谁指使你杀陈妃的？贵妃娘娘在说什么？把奴婢都听糊涂了。本宫懒得跟你浪费口舌，小福子。人身上有几处穴位，针刺便可使人痛苦到极致。今日正好在你身上试试。不要，娘娘救我！还不肯说？那便换个穴位。是皇后，是她指使我在蜡烛中放毒，杀了陈妃，栽赃给你。贱人，你可是我从王府带来的侍女，你竟敢背叛本宫！是皇后从小训练我，才把我送到你身边。我全家的命都在皇后手里，我不得不做。你从来都是皇后的人，她竟然从几年前就开始布局设计我。咱们这位皇后真是好心机，好手段。当初谋害妃嫔的事，本宫都是听了你的唆使。方才宋昭说我让人在他饭菜里下离婚散，是不是也是你做的？都是皇后娘娘逼我的。云山呢？那疯子手里的刀也是皇后所为，是皇后让我买通了守卫，再把刀给了那疯子。如果死的是娘娘，皇后就成了最大赢家。怪不得她能成为皇后，装着病弱坐山观虎斗。娘娘放了我吧，我愿意在御前作证指认皇后娘娘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带她去皇上面前。不可，她被皇后训练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为了保命就在皇上面前供出皇后来？只怕她是要在皇上面前反咬我们，唆使她诬陷皇后娘娘，到时你岂非罪加一等？过会一折，并非娘，我在地府等你。唯一的证据没了，现在怎么办？云山的仇我一定要报。陈妃娘娘，你还不能死，那你要我做什么？喂，宣策！令妃宋氏书慎性诚，勤勉柔顺，雍和纯洁，淑德含章，滋养成皇太后慈玉，
以宝封为贵妃，蛇六宫事，亲哉受册。贵妃娘娘，此乃贵妃之金册金宝。臣妾谢皇上隆恩，令贵妃宋氏得天所授，承诏内围，望今后修德自持，和睦恭维，勤谨奉上，绵延后嗣。承教于皇后，不胜欣喜。令贵妃性行温柔，克贤内责。皇后素来体弱，你今后要为皇后分忧，好好用你的贵妃金册金宝，别辜负朕对你的期望。谢皇上隆恩，臣妾定谨遵教诲，绝不辜负。恭贺令贵妃娘娘大喜！免礼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我要为云山报仇，就要把皇后从那个位子上拉下。我要我在意的人再不任人欺凌。我要做唯一的掌边之人。令贵妃以后要与皇后好好相处，多跟皇后学习如何治理六宫。臣妾自入宫以来，亲眼见着皇后娘娘如何将这六宫治理得井井有条。日后臣妾定当沿袭娘娘之手段，谨遵娘娘之教诲。有你们在，朕就安心了。皇后娘娘，来日方长，还望娘娘不吝赐教。娘娘，贵妃如今掌管六宫协理之权，越发不把您放在眼里了。今日各宫嫔妃去给贵妃请安，竟无人来坤宁宫。由她去，她越是张扬，死的就越快。娘娘的意思是，本宫能在这后位上坐这么多年，靠的从来不是争宠，让她得意几日，等她得意忘形之时，便是她的死期。娘娘，奴才查到了一些事。说，当年杨昭仪怀孕后发疯，确实是被皇后下的离魂散。皇后买通了杨昭仪身边的宫女，日日在她膳食中下毒。而陈妃手里的离魂散，也是皇后故意让秋兰透露给她。好一个坐山观虎斗，自己却装病躲在坤宁宫，果然是好手段。还有一事，当年云舒姐姐遇刺那日，守冷宫的侍卫也是皇后安排的人。娘娘，皇后，既然她害死了云舒，我就要让她血债血偿。小福子，皇后身边可有能利用的人？皇后身边的冉东是她最信任的宫女，但此人忠心耿耿，恐怕难以策反。忠心耿耿，那是因为价钱还不够高。去查冉东家里还有什么人。是。小福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冉东姐姐，贵妃娘娘让我给你带句话。什么话？你娘病重，怕是时日无多了。贵妃娘娘已经让人把你娘接进了宫，请了太医诊治。你胡说！我娘好好的。信不信由你。贵妃娘娘说了，只要你愿意为她做一件事，你娘不但可以痊愈，还能安享晚年。否则，贵妃娘娘，您要我做什么？你放心，本宫不会让你做伤天害理的事。本宫只要你把皇后每日服用的汤药换掉一味。娘娘是要……你放心，不是毒药，只是让皇后的身子一直好不起来罢了。你娘的命可就在你手里了。奴婢遵命。怎么抖成这样？奴婢刚才走得急，怕洒了药。放下吧。昭儿，
你近日身子可好些了？有皇上疼惜，臣妾一切都好。只是，臣妾有一事，不知当不当讲。但说无妨。臣妾近日去给皇后请安，发现皇后娘娘的气色越来越差，臣妾实在担心，不如让主太医去给皇后看看。昭儿果然心善，朕这便让主太医去。回皇上，皇后娘娘的脉象很是奇怪，像是中了某种慢性毒药，日积月累，损伤了根本。什么？有人敢给皇后下毒？皇上，臣妾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，本以为只是救急，没想到……查，给朕彻查！皇上，这碗汤药里被人多加了一味药，这药单独服用无碍，若与皇后娘娘日常服用的其他药物相克，便会慢慢侵蚀身体。这药是谁煎的？是奴婢。说，谁指使你的？是陈妃娘娘，她恨皇后娘娘害她被废，所以让奴婢在皇后药里下毒。陈妃，他人在冷宫如何指使你？冷宫的守卫被陈妃买通，他让人传信给奴婢，还抓了奴婢的娘做人质，奴婢不得不从啊。皇上，您是来接臣妾出去的吗？朕问你，你是不是让人给皇后下毒？什么下毒？臣妾没有。陈妃姐姐，冉东都已经招了，你就认了吧。是你陷害我！够了，宁氏，朕念在你们宁家有功的份上，留你一条命，你却不知悔改，竟敢谋害皇后！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是宋昭，是他在陷害臣妾。宋昭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皇上，皇后娘娘的身子可还能痊愈？知太医说中毒太深，怕是很难恢复了。即便保住性命，日后也只能卧床静养。皇后娘娘待臣妾那样好，如今却……臣妾心里实在难过。昭儿，你是个好孩子，若皇后真有个三长两短，这后宫朕只能交给你了。臣妾何德何能？你温柔贤淑，又心怀善念，朕信你。是你害我！皇后娘娘说什么呢？臣妾听不懂。那药是你让冉东换的，娘娘有证据吗？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为何？你害死云山的时候，怎么不问自己为何？你都知道了。我还知道杨昭仪是被你害死的，陈妃是被你当枪使的。你坐山观虎斗，让所有人互相残杀，自己却装病置身事外。皇后娘娘，您才是这后宫最狠毒的人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？皇上不会废后的。皇上当然不会废后，但若是皇后娘娘自己病逝了，冉东，你也是被逼的，本宫不怪你。娘娘，奴婢对不起你。本宫只想知道，你娘真的病了吗？本宫知道了，告诉宋昭，本宫输了，但他也赢不了。这深宫里，没有人能笑到最后。皇后宁氏温婉贤淑，统摄六宫。今不幸薨逝，朕心甚痛，自以皇后之礼葬之，谥号孝贤，钦此。昭儿，别太伤心了，伤了腹中的龙胎。皇上，臣妾只是舍不得皇后娘娘。昭儿，皇后走了，这后宫不可一日无主。朕想立你为后。皇上，臣妾出身庶女，又入宫未满1年，如何能担此重任？还请皇上三思。朕意已决，你温柔贤淑，又为朕孕育皇嗣，这后位非你莫属。臣妾何德何能？昭儿，朕信你。
从今往后，这后宫就交给你了。阿娘，您看到了吗？女儿做到了。从今日起，再也没有人能欺负女儿了。这天下，这后宫，都是女儿的掌中之物。对，宣策：皇后宋氏，玉秀钟灵，德容兼备，温恭娴雅，母仪天下。自养成皇太后令旨，以宝册立为皇后，统摄六宫，钦此。众位平身。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这天下终究是我的。